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Craig Rowland 和 J.M. Lawson 的哈利·布朗的永久投资组合无惧市场波动的不败投资法。Craig Rowland 拥有多年技术创业经历， J.M. Lawson 则是一位有着多年私人资本管理与实业运作经验的实战投资者。两位作者结合30多年的市场历史数据，将已故财经作家 Harry Brown 提出的永久投资组合整理为一套每个人都可以亲手执行的资产配置指南。哈利·布朗的永久投资组合一书介绍的正是如何基于 Harry Brown 的投资思想，依靠经济学常识，将资金均等配置在4类特征鲜明、表现各异的资产中，帮助投资者在长达几十年的多轮经济周期里，既获得高于通货膨胀率的真实购买力增长，又能在遭遇市场剧烈冲击时避开灾难性的亏损。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利用常识与纪律，搭建一个能够穿越不同市场周期的永久投资组合。你一生中的大部分财富通常都来自自己的职业。投资可以帮助储蓄增长，但最初的本金仍然要靠工作和经营一点点积累。因此，不要把辛苦赚来的钱拿去追逐短期内获得10000%回报的幻想。投资应该是从储蓄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让它缓慢而安全地增加，而不是通过高风险压注，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劳动成果一次输掉。发生重大亏损后，也不要假定自己一定能够回本。亏掉的钱代表的是已经付出的时间，而那些能够让你赚钱和存钱的条件未必会再出现。把辛苦赚来的本金用于高风险投资，实际上是在拿无法重来的生命时间冒险。要避免这种结果，首先要分清投资与投机。投资是采用一套明确的策略，按照既定规则执行，并关注长期结果。投机则是通过短期交易，追逐热门股票日内波动或其他高风险机会来获利。如果一项交易更像是把钱压在赛马场上的某匹马，它就属于投机。投机可以作为娱乐，却不能承载一生的积蓄。投资者依靠计划，投机者依靠希望，而毕生财富不能只压在希望上。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人们不会每天去找巫师询问明天会发生什么，却愿意相信电视评论员或投资大师对市场走势的判断。但任何职务、证书和过往业绩都不能赋予一个人预测未来的能力。如果某个人真的知道哪只股票明天会上涨，他更可能自己安静地买入，而不是把消息拿到电视节目中公开讨论。同样，也没有人能够持续准确地把握市场时机。一个人今年判断正确，并不意味着明年仍然正确。一次严重的失误就可能抹去此前积累的全部盈利。交易系统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过去业绩并不保证未来结果。一个系统过去成功10次，只能证明它曾经有效，不能证明它以后仍会有效。如果某个系统真能永久稳定地战胜市场，使用它的人最终就会拥有整个市场，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结果。一旦某种方法被广泛宣传为简单可靠，可以持续赚钱，它最有效的阶段往往已经接近尾声。既然未来不能预测，市场时机也无法稳定掌握，长期投资真正应该追求什么？评估一套长期投资方法，只看平均收益率远远不够。真正能够长期管理家庭财富的组合，需要同时具备3个条件：可观的增长，没有重大损失，以及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 （real return）。这3项共同构成投资业绩的3位一体。先看重大损失。投资出现亏损后，恢复本金所需要的涨幅并不对称。账户下跌 40%， 需要上涨 66.7% 才能回到原点。如果下跌 50%， 则必须上涨 100%， 也就是翻1倍才能回本。因此，
一个投资组合即使前几年收益很高，只要经历一次重大亏损，仍然可能抹去多年的积累。避免大幅回撤本身就是长期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重大损失还不够，因为账面收益并不等于真实财富。只要投资回报低于通货膨胀，储蓄的购买力就在下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 8.6%， 投资组合只有达到同样的收益率，才能维持原有购买力。在这10年中，只配置股票和债券的几类常见组合，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年化实际收益大约在-2%到-2.3% 之间。10年前投入的$1，到10年后只剩下约8.5分的实际购买力。相比之下，由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各占1/4构成的永久投资组合，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约 5.7% 的年化实际收益。它不仅跟上了物价上涨，还保留了真实的财富增长。从1972年到2011年，以任意10年为一个滚动周期，永久投资组合的年化实际收益大约都在 3% 到 6% 之间，没有任何一个10年出现负实际收益。这才是长期投资真正需要衡量的结果，不是账户上的数字增加了多少，而是扣除物价上涨后，你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否真正增加。为了帮助投资者打败通胀，获得高收益，金融行业推出了大量复杂的产品和积极管理策略，但这些看似专业的方法却经常无法实现承诺的结果。复杂性扼杀收益。投资产品越复杂，越容易隐藏费用风险和利益冲突，而这些问题通常要到发生亏损后才会暴露出来。市场上有大量积极管理型基金，依靠基金经理选股择时和频繁交易，试图打败市场指数。但长期数据表明，多数积极管理型基金都未能实现这个目标。标准普尔公司建立了标准普尔指数与积极管理型基金业绩积分卡，也就是 SPIVA， 用来比较基金与相应市场指数的表现。在2004年至2008年的5年市场周期中，标准普尔500指数超过了 71.9% 的积极管理型大盘股基金，标准普尔400中盘股指数超过了 79.1% 的中盘股基金，标准普尔600小盘股指数则超过了 85.5% 的小盘股基金。沃顿商学院对截至2009年的23年数据进行研究后，也得出了相似结果。积极管理型基金平均每年落后相应基准约1个百分点。原因并不复杂，所有基金经理加在一起本身就构成了整个市场，他们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击败自己，却还要持续支付研究、交易和管理费用。典型的积极管理型基金每年可能收取 1% 到 2% 的费用，而宽基指数基金的费用往往低得多。基金行业的统计还容易受到生存偏差效应影响，业绩太差的基金通常会被清盘、注销或合并进其他基金。统计长期平均业绩时，如果只留下仍然存续的产品，就像学校计算平均成绩时，把所有不及格的学生从名单中删除，最终结果自然会显得更好。另一个常见错误是时间分散化的谬误。很多人相信，股票持有的越久，风险就越低。但你持有股票20年，并不意味着第21年发生市场崩盘时，此前的收益不会受到影响。1968年至198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后，经过15年仍然低于起点约 4.62%。时间可以拉长投资周期，却不能自动消除风险。同时，持有很多不同名称的资产也不等于真正分散。如果组合里包含大盘股、小盘股、科技股、海外股和低评级债券，它们表面上属于不同板块，实际上可能都依赖经济繁荣和充足信贷。一旦市场发生全面恐慌，
这些资产仍然可能同时下跌。真正的分散化，不是依靠资产名称不同，也不是根据过去的相关系数进行拼接，而是要理解不同资产为什么会在不同经济状况下上涨或下跌。这就引出了永久投资组合的核心结构。我们需要用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这4种资产来应对4种无法提前预测的经济状况。宏观经济看起来十分复杂，但从永久投资组合的角度看，所有经济环境都可以归入4种基本状况，或者是它们的不同组合：繁荣、通货紧缩、衰退和通货膨胀。第一种是繁荣。繁荣期通常伴随着生产力和企业利润提高、失业率下降以及稳定或下跌的利率。人们对未来普遍乐观，股票通常表现良好。美国从1982年到2000年就经历了这样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繁荣期。第二种是通货紧缩。当信贷危机或市场恐慌出现时，人们开始减少支出，贷款标准提高，企业和消费者都更愿意保留现金。需求下降后，利率和商品价格开始下跌，货币的购买力反而上升。价格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好事，但企业此前买入的库存成本可能高于现在能够卖出的价格。为了回收资金，企业只能降价清理库存，缩减生产并裁减员工，直到经济恢复平衡。第三种是衰退，主要指中央银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主动提高利率，由此压低消费、借贷和企业经营活动。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采取过这种政策。利率持续上升虽然压低了此前延续多年的高通胀，却也使经济进入衰退。此类衰退通常是暂时的，一般持续12到24个月，直到消费者重新增加支出，或者经济适应较低的需求水平。第四种是通货膨胀。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相对于能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过多时，货币购买力下降，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工资的成本提高，只能把增加的费用转移到商品价格中。员工为了应对生活成本上涨，又会要求提高工资，由此形成工资价格螺旋上升。1971年，美国总统 Richard Nixon 终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后，美元购买力迅速下降，通货膨胀成为随后10年中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之一。在任何时间，经济都处在这4种状况中的一种，或处在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提前判断下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状况是什么。当人们觉得当前环境会永远持续时，变化往往已经临近。因此，长期投资不能只押注一种经济环境，而要让4种可能性始终得到保护。应对4种经济环境的方法是把资金平均分成4份：25%的股票、25%的长期国债、25%的现金以及25%的黄金。4类资产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股票主要用于把握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最合适的选择是费用低、覆盖范围广，并且始终100%投资于股票的宽基指数基金。可以选择股票市场整体指数基金，也可以选择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费用比率最好低于 0.5%， 越低越好。例如，先锋集团的先锋总体股票市场指数基金，或者道富集团的 Spider 标准普尔500 ETF。 这部分资金不能拿去频繁挑选个股，也不要大量持有自己雇主公司的股票，因为你的工资和职业发展已经依赖这家公司。如果再把大量储蓄投入公司股票，一旦企业出现问题，工作和资产可能同时受损。长期国债主要在通货紧缩时期发挥作用。适合永久投资组合的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25年至30年期长期名义国债。债券剩余期限降到20年时，就应当卖出，
再买入新的25年至30年期国债，以维持足够的价格波动性。正是这种波动，才能在利率大幅下降时，为组合提供足够的上涨空间。不要用通货膨胀保护债券替代长期名义国债。TIPS 的收益会随通胀调整，在通货紧缩时期无法像长期名义国债那样大幅上涨。市政债券、抵押贷款债券、公司债券、垃圾债券和国际债券也带有信用、赎回、货币或政治风险，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现金主要用于应对银根紧缩和衰退期，它不负责追求高收益，而是为组合提供稳定、流动性和随时可以买入低价资产的资金。最合适的现金工具是到期时间12个月以内的短期国债，或者主要持有短期国债的货币市场基金，例如安硕 iShares 的短期国债 ETF-SHV。 不要为了多获得一点利息，把这部分资金投入信用风险更高的商业债务或不透明理财产品。黄金主要用于应对高通货膨胀、货币危机和其他极端状况。它没有利息，也不支付分红，但当纸币和其他金融资产购买力下降时，黄金能够通过价格上涨保护财富。黄金配置的首选是直接持有1盎司的常见流通金币，例如美国鹰洋金币、加拿大枫叶金币和南非克鲁格金币。不要购买收藏型、古董或纪念币，它们往往带有过高溢价。也不要用黄金矿业公司股票商品基金或期货指数代替实物黄金，因为这些产品在金融危机中可能与普通股票一起下跌。4类资产单独看都不稳定，但永久投资组合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方向不同的波动。把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单独拿出来看，每一类资产都有可能经历长时间低迷，甚至出现20-30%以上的年度下跌。永久投资组合并不试图消除这些波动，而是让不同资产在不同经济状况下向相反方向运行，从而中和整个账户的波动。一项资产最多只能损失100%，但在有利的经济环境中，它的上涨幅度却可能超过100%。只要表现最好的资产涨幅足够大，就能够抵消其他资产的有限损失，并为整个组合留下正收益。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3%，股票和债券都受到压力，但黄金当年的收益率达到118%。黄金的上涨抵消了其他资产的疲弱，保护了组合的实际购买力。到了2008年，经济环境完全相反，美国股票市场全年下跌约37%，但利率快速下降，使永久投资组合中的长期国债上涨超过30%，黄金全年也取得了正收益。结果是，股票市场发生严重亏损时，永久投资组合整体基本持平，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冲击。2009年，市场方向再次反转，长期国债下跌约20%，股票却上涨26.5%，黄金也取得收益。最终，整个永久投资组合当年获得12.7%的名义收益，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约为9.7%。这说明，判断某一项资产当年是涨是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整个组合的价值。债券下跌时，股票和黄金可能上涨；股票下跌时，债券或黄金有可能承担保护作用。从1972年到2011年，永久投资组合的年化名义收益约为9.5%，与同期全股票组合接近，但波动和亏损明显更小。它表现最差的年份是1981年，名义亏损约为4.9%。以任意10年为一个滚动周期，实际年化收益则始终保持在3%到6%之间，没有任何一个10年出现负实际收益。组合的稳定使投资者不必因为某一类资产暂时下跌而恐慌，也不必每天根据新闻改变策略。
理解了这种整体平衡之后，下一步就是用机械化的规则长期维持4类资产之间的关系。投资组合建立后，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各占 25%， 但随着价格变化，4类资产的比例会逐渐偏离原来的平衡点。如果完全放任不管，连续上涨的资产在组合中所占比例会越来越高。一旦这项资产随后大幅下跌，整个账户就会重新暴露在单一风险之下。调整的作用有2个，一是控制风险，二是通过卖出上涨资产买入下跌资产，获得额外的长期收益。永久投资组合采用的标准规则是 35% 和 15% 的调整带 rebalancing bands， 平时只需要定期查看各类资产占整个组合的比例，只要所有资产都处于 15% 到 35% 之间，就不进行交易。当某一类资产上涨到组合总价值的 35%， 或者下跌到 15% 时，调整条件才被触发。这时要卖出比例过高的资产，并用所得资金买入比例较低的资产，把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全部恢复到各占 25%。这种规则会强迫投资者在某类资产受到市场追捧，价格大幅上涨时卖出一部分，同时在另一类资产被市场冷落，价格下跌时买入。整个过程不依赖预测，只依赖比例。通常每年检查一次组合就足够了。在没有持续加入新资金的情况下， 35% 和 15% 的调整带往往几年才会触发一次。如果投资者难以承受资产比例接近 35% 时的心理压力，也可以把调整带收紧到 30% 和 20%。 但这种方法会增加交易次数、税费和佣金，而且历史收益略低于标准调整带。对于主要资金放在延税账户中的投资者，还可以每年固定调整一次，将4类资产全部恢复到 25%。 这样管理更简单，但交易频率更高，因此并不适合所有应税账户。调整带构成了组合的防火墙。假设某一项占比 25% 的资产突然下跌 50%， 整个组合的损失只有 12.5%。 要恢复这部分损失，只需要上涨约 14.3%。 即使其中一项资产彻底归零，在其他资产价格完全不变的极端假设下，整个组合的损失也被限制在 25% 以内。但这套防火墙只有在纪律得到严格执行时才有效。不能因为自己喜欢某项资产就允许它无限上涨而不卖，也不能因为讨厌某项资产就在它跌到低位时拒绝买入。不要根据预感、新闻或市场评论员的意见决定调整时机。规则一旦确定，就让比例代替情绪做出决定。永久投资组合不要求从第一天开始就做到最复杂、最完善的配置。每个人的居住地、税务情况、账户规模和可使用的金融工具都不同，因此遵循基本结构比追求完美更重要。实施方式可以分为4个保护级别。第一级是全部使用基金，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都通过低成本的共同基金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有。这种方法最简单，也能提供基本的多元化保护，适合资金规模较小或者希望快速建立组合的投资者。它的不足是，长期国债和黄金仍由基金持有，投资者需要承担基金经理、托管机构和金融系统本身的风险。第二级是直接持有长期国债，并持有一部分实物黄金。股票、现金和大部分黄金仍然通过基金配置，但长期国债改为直接购买，部分黄金则换成可以直接控制的金币。直接持有国债可以消除债券基金经理改变投资范围的风险，也省去了债券基金的年度管理费用。持有一部分本地实物黄金，则能在金融系统短暂中断时保留可以直接使用的资产。第三级
是直接持有长期国债，并把全部黄金配置为国内实物黄金。股票和现金继续使用低成本基金，长期国债直接持有，黄金则以实物形式分散存放在本地安全地点银行保管箱或合适的分配账户中。此时，组合同时包含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单一机构市场或金融系统故障已经很难同时影响全部储蓄。第4级是在第3级基础上加入地域多元化，股票和现金仍使用基金，长期国债直接持有，黄金则分别存放在本国和国外，使部分资产脱离单一国家和司法管辖区。这4个级别并不是必须一次完成，投资者可以先从全部基金的第1级开始，再逐渐直接持有长期国债，购买实物黄金，最后把一部分黄金分散到国外。完美是优秀之敌，即使暂时只能使用基金，也比因为等待完美条件而完全不建立组合更好。建立组合时，还会遇到另一个常见问题：应该一次买齐，还是等待更低价格？永久投资组合的原则是，一旦确认这套方法适合自己，就应当同时建立4类资产，而不是分别等待所谓的最佳买点。等待某类资产跌到更低价格，本质上仍然是在进行市场择时，它可能继续上涨，也可能在你等待时恰好成为保护组合的关键资产。4类资产只有同时存在，针对4种经济状况的保护才能完整生效。因此，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准备投入的资金平均分成4份，在同一阶段建立完整组合。即使完成了资产层面的配置，仍然不能把几十年的积蓄全部托付给同一家机构和同一个国家。下一层保护就是处理这些不属于市场价格本身的风险。资产配置可以应对市场风险，却不能消除金融机构欺诈、经营失误、身份盗窃、自然灾害和网络攻击等风险。机构多元化的含义就是不要把全部资产放在同一家银行、基金公司或证券经纪机构中。2011年，全球曼氏金融 MF Global 突然破产，公司管理层被发现未经授权挪用客户资产，其中还包括替客户保管的金条和银条。清算过程中，受托人一度提出把剩余的黄金、白银、现金、期权和期货等资产合并处理，使原本持有特定金银仓单的客户只能拿回资产价值的 72%， 相当于损失 28%。 这些客户并不是因为市场价格下跌而亏损，而是因为把资产安全托付给了一家机构。最基本的机构多元化方式是至少使用2家相互独立的经纪商或基金提供商，并大致平均分配资金。即使一家机构的账户被冻结或暂时无法访问，另一家机构中的资产仍然可以使用。还可以在不同资产类别中选择不同的基金提供商，避免某一家基金公司出现问题时影响整个投资组合。地域多元化则是把一部分财产合法地放在国外，以应对本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资本管制、财产冻结或其他极端事件。在永久投资组合的4类资产中，最适合进行地域多元化的是实物黄金。把股票、债券或现金转移到国外，通常会增加税务会计和货币风险，而黄金便于储存，在紧急情况下也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国外资产必须存放在政治稳定、法律体系完善、能够保护私人产权的地区，并选择管理、审计、保险和客户资产归属都足够清晰的机构。地域多元化不是为了逃税，所有账户和收益都必须遵守居住国与账户所在地的法律，按规定申报和纳税。完成核心资产的保护后，还要把投资与投机彻底隔开。Harry Brown 把专门用于投机的资金称为可变投资组合 Variable Portfolio。 这部分资金可以用于选股、追逐热门行业或尝试其他高风险方法，
但必须遵守3条规则。第一，只能投入即使全部损失，也不会影响退休、住房、子女教育和日常生活的钱。第二，绝不能从永久投资组合中拿钱，填补可变投资组合的亏损。资金只能从可变投资组合流向永久投资组合，不能反向流动。第三，不能采用可能损失超过初始投入的方式。不要借钱投资，不要使用无限损失风险的做空策略，也不要承担超出投入本金的连带责任。如果没有可以承受全部损失的资金，或者根本不喜欢投机，可变投资组合的比例完全可以是0。永久投资组合按照规则守护核心储蓄，可变投资组合承担有限而隔离的投机风险。把两者分开，才能避免短期欲望破坏长期安全。哈利·布朗的永久投资组合无惧市场波动的不败投资法，讲的是如何放弃市场预测，用简单的结构保护一生的积蓄。经济永远只在繁荣、通缩、衰退和通胀4种气候里反复来回，没有谁能提前算出明天的天气。最务实的操作就是把本金均等分成4份，同时买进股票、长期国债、现金和黄金，让4类互相对立的资产各占 25%。 当某类资产单边大涨，超出全部家庭储蓄的 35% 时，把多出来的盈利卖掉，用变现的收入去买进跌到 15% 以下的滞后品种，将各份本金拉回各占 25% 的平衡线。用好天气下暴涨品种的利润，支付坏天气下下跌品种的有限跌幅。现实世界不可预测、不可知，并且总会出现意外。真正可靠的方法不是猜中未来，而是提前为所有可能做好准备。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